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志哥。北京风云诡谲，中共4中全会正在召开，但外界关注的焦点不是开会内容，而是谁要被换下。根据多个自媒体与海外消息源爆料，胡锦涛、温家宝、李瑞环、汪洋全员现身，朱镕基虽久病在床，仍亲笔签名支持改革方案。这些资讯目前尚未获得官方证实，但已经在政权内外引发巨大震动。更劲爆的是，传出习近平在会上罕见检讨，承认经济决策失误，甚至表态愿意让贤，并明确表示经济工作可以交给汪洋或胡春华来负责。你没听错，这是爆料中最震撼的一句，习近平亲口让贤。而同一时间，军方风向突变，据传张又侠放话，军队服从集体，不服从个人。这句话直接击中了习近平的命门。更离奇的是，政界流出的2套常委方案， A 案由汪洋主导，张又侠进常委， B 案则由军方主导，缓步过渡。2套方案内容尚属未经官方证实的内部消息，但共同点只有一个：习近平不再是决策核心。有人说这是中共版的华国锋时刻，也有人说这是一场无声政变。真相到底如何？目前官方仍保持沉默，但这场4中全会恐怕不只是会议，而是中共体制重启的生死牌局。根据官方通报，这次4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制定“15+5”规划草案。习近平在开幕当天发表工作报告，提出要为2026至2030年制定新的5年规划，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，经济与科技布局。官方文件重申新质生产力与科技自主创新，要求强化产业链安全，加速科技自立自强，内需与消费振兴。会议强调要促进内循环，扩大内需，刺激消费，以应对人口老化与房市疲软带来的压力。安全与国防现代化，通报中同时强调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与军队现代化，要求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。政治信号，外界注意到这份官方通告自小事大，没有公布任何领导人讲话画面，也没有提及新提拔人士，但以统一思想、强化团结为主题。学界普遍解读为官方刻意降调，内部暗潮汹涌。中共4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，外面党媒的通稿自小事大，里面的动作细腻致命。自媒体人、小说家爆料称，改革派的中共党内元老这回倾巢出动，全体到齐，胡锦涛、温家宝、李瑞环、汪洋亲自进场。这一串名字放进同一个镜头里，等于把集体领导4个字重新挂回墙上。更抓人的一幕在场外，朱镕基虽久病卧床，仍坚持在相关改革提案上亲笔签名，没有到会的人也要把态度写进历史。温家宝带来了一份由元老们背书的政策备忘录及制度修复计划，核心不拐弯，恢复领导人任期制，恢复常委会的实权，建立退休顾问制度，重新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。这不是技术补丁，而是信任工程。先把制度立起来，才有互信，才有重建。朱镕基那个签名被解读为替历史签名，人或许走到尽头，但要替制度留条回头路。胡锦涛自中共20大后一路隐身，这回亲自出席，等于在场内定下一根定海神针。他的性格向来温和克制，不争权，但底线是制度必须存在。他最痛心的是，他所坚持的集体领导、任期制、差额选举被习近平的一人独裁一笔抹去。这次出山，重点不是夺权，而是纠错。温家宝则不多言，用一纸备忘录表态：我站在制度这边，诉求很直白，把权力交回流程，把信任交回公众。李瑞环是党内少数敢讲真话的老干部，向来强调人民不怕真话，最怕真话说不得。此番到场，外界预期他会针砭时弊，直戳要害。汪洋是这出剧的核心角色，他主张开放，主张法治，主张市场经济。
他认为中国不能再靠政治运气过日子，必须靠制度重建信任。据传闻，本次中共元老们的提案已含汪洋名字，且军方及元老们集体签署支持。换句话说，这不只是改革派的共识，是党内对习近平的集体否决。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之前，军内已经走过一轮清洗，何卫东、苗华等9名上将将被双开的说法甚嚣尘上。中央军委7人只剩4个。在此节骨眼，张又侠被指已经向胡锦涛明确表态，军队服从集体决定，不服从个人意志。这句话的指向不需要解释，军心不再为习近平一人定向，而是回到制度的轨道。对于倚重枪杆子的现任最高权力者而言，这是最刺耳的一句话。自媒体人山河东夫据其华夏自由党的同仁提供的爆料称，在中共四中全会上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全体会议上进行了深刻的检讨，承认近年来在经济领域的一些重大的失误。习近平指出，受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影响，部分经济政策并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，特别是在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方面，存在一定的偏差和不足。在全会分组讨论期间，习近平特别安排了一次与党内老领导的会面，单独约见了前中共党魁胡锦涛、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前中共政协主席汪洋。习近平态度坚决地表示，当前国际形势复杂，境外反华势力虎视眈眈，党内必须保持高度的团结，任何可能导致共产党不稳定的行为都应该被杜绝。习近平强调，在经济方面的问题，他完全可以放手，无论是让汪洋还是胡春华牵头负责经济工作，他都没有任何的怨言。但大家不能让共产党陷入不稳定的境地。习近平呼吁老领导们要保持政治定力，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，我们共产党人才是一家人。这一回，中共元老们不是只到场观礼，而是带着方案进场。小说家爆料称，中共元老与军方达成共识，要在中央委员会递补这个看似技术性的环节上做一次制度级的突破。说白了，以递补之名行官员换代之时，军方在其中不是旁观者，而是关键推手，与改革派联手推动汪洋回归。这种打法像极了无声的革命。知情者披露，目前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名义上有205名中央委员，171名候补委员。按旧规矩，补缺要按候补得票顺序递补，程序刚得像钢板。问题来了，中共军队这一轮大清洗之后，军方席位多空缺，若还照旧慢慢排，军方投票权重失衡，等不起。于是3股声音在体制内同场交锋。保守派认为，不改程序，军缺就让非军方递补，等提前召开中共21大再一并改选。军方认为，必须尽快补齐军方席位，维持其在中央委员中的比例与发声权。以汪洋为核心的改革派认为，把它视作契机，用制度性递补打破既有格局，完成一次政治重组。关键时刻，反习派统一了立场，计划提出一个全新的建议，根据中央的实际需要，可灵活处理中央委员递补程序，由中共中央全会特批办理。这句话看似平淡，实际上是制度革命，因为这意味着中央委员的递补不再受候补名单顺序限制，而可以由中央直接特批任命。这一条打破了过去党章中最重要的一条政治铁律，以前谁能当中央委员，得靠党代表大会投票产生，中途要补缺，就照票数顺序来，谁票多谁靠前就轮到谁。习近平时期一直强调这种程序刚性，因为那样所有权力都掌握在他控制的组织部手里。但现在变了，随着中共元老的重新掌权，这条制度变得灵活起来，可以为汪洋开辟一条重新回归政治的大门。汪洋虽然是前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前政协主席，但是中共20大时，他被习近平排除在中央委员名单之外，导致他虽然有元老支持、有声望，但却在制度上没有位置。
如今特批递补一出，汪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补充中央委员的身份重新回到党中央，这是制度性合法的轨道回归。而这一举动不仅是汪洋个人的抚慰，更是整个中共制度修正的一个信号。再来说说军方为什么支持这一变化。军方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谁坐在哪个椅子上，而是信任。张又侠、刘振立等现任军委成员虽然稳住了军权，但缺乏政治资源。他们需要一个在党内有声望、有元老支持，又不属于习派的人出面重建桥梁。这个人就是王洋。据内部人士透露，早在今年8月，张又侠与胡锦涛、温家宝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，讨论军方如何在4中全会中获得政治保障。汪洋被认为是唯一可以代表整个反习派的领袖人选，因此这次递补突破其实是一场军方与改革派的联合行动。军方提供政治支援与程序合法性，改革派则提供制度方案与人选名单，两者相互依存，形成军政联合阵线。对汪洋来说，这不仅是一次个人翻盘，更是一次证明的历史机会。他曾经在中共20大前被习近平边缘化，但始终没有离开北京，也没有公开退场，这意味着他保留了政治可回归性。如今透过递补制度突破，汪洋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，下一步就能够递补中央政治局，政治局在下一步就是常委，而且这一次不是靠恩赐，而是靠制度修正的结果。更重要的是，汪洋回来象征的是共识政治的复兴。在习近平个人集权10年之后，中共内部第一次出现制度调整的迹象。一句话，名义是递补，实质是重会棋盘。军方为什么愿意压住？因为信任赤字才是军口当下最大风险。张又侠、刘振立虽然站稳军权，但需要党内一位有公信力、非习派的人出面重建横向信任网。汪洋正好匹配，军方与中共元老联合阵线，把递补这道狭缝敲成换代的走廊。山河东府的华夏自由党爆料称，中央委员会需补选约20名，以充实决策层，提升执行力。名单未公开，但一个耐人寻味的点是，丁薛祥可能被明确去主管经济领域，并强调不是升降职，更像分工优化的姿态，把经济从政治对立的主战场拉回到专业治理的工地。小说家从北京圈得到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，共有2套方案。方案 A 是以改革派主导的汪洋方案，汪洋进常委任总书记，张又侠进入常委主管军委，胡春华进入常委主管政务与经济，陈吉宁进入常委主管科技与发改委，李强、蔡奇、李希、王沪宁退出。这是4上4下的典型换血模式，会让常委从集权体制回到集体领导。方案 B 折中过渡军方方案，汪洋进常委任总书记，张又侠任军委主席进入常委，胡春华、刘振立进政治局，原常委暂不全退，但实权削弱。这个方案比较保守，但同样能完成权力转移，只是节奏缓一些。无论哪一套方案都有一个共识，习近平不再是决策核心。从党史角度看，每一次中共的制度性突破都意味着一个政治周期的终结。A 案是快刀换血， B 案是缓进过渡，但共同指向决策核心去一人化，重回集体机制。自媒体人唐靖远的爆料补上一记重锤。其一，习近平已经被限制行动自由，处于被控制状态，执行方可能是中央警卫局或军方。从9上将落马案的力度看，军方可能性更高。其二，反习派准备了2个处置方案，若习近平配合下台，那就走华国锋模式，实施软着陆，让习近平体面下台。若习近平拒不配合，张又侠代表的军方将采取推背图所说的军事行动。推背图说，有一军人申代公自言我是白头翁，东宫门里附金剑，勇士后门入地宫。也就是说，军方代表的勇士将强行让其下台。这2手其实对应了上面的方案 A 和方案 B 的节奏，能谈就谈，不能谈就用强。
中共4中全会上，中共高层各派云集，改革派与中共元老们齐上阵，想换下习近平这位灭共总加速师，想救经济保党，以党内高层所谓集体领导的民主方式，保下中共专制体制这艘摇摇欲坠的沉船。他们能成功吗？饱受中共独裁欺压的百姓，还会给中共继续执政的机会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